学的第一天，高冷校花一把夺过你的入学登记表，接着在婚配情况那一栏填上了已婚。可还没等你反应过来，他又把你拉进了民政局。你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和校花领了证，直到放假回家后，你才知道，原来是爸妈怕你找不到对象，3岁时就给你定了一个娃娃亲，而联姻对象正是那位江大第一校花。得知原因后，你本想拒绝这门婚事，可校花却不乐意耳，并且以夫妻的名义向你发起了同居邀请。去年高考结束的时候，你向暗恋已久的女神表白了。沈怡犹豫了一下，我可以和你在一起，但是你必须要考上和我一样的大学，这是我的条件。于是你选择复读1年，这期间你异常刻苦，只为了考上江大。此刻的你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分数，电脑上的页面刷了又刷，成绩终于出来了，680分，不愧是我的好大儿。老爸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，而你此时的心思却不在分数上。你非常兴奋地回到了房间，拨通了沈怡的电话。你在床上扭得跟一条蛆一样。你还记得你去年跟我说过什么吗？沈怡顿了一下，说了什么？你说我考上江大就跟我在一起，我成绩出来了，680分，江大稳稳拿下。你说完之后，电话那头沉默良久，你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可能还是要拒绝你了。其实我们做朋友不也挺好的吗？听到这句话后，你手机都差点摔下来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死了。沈怡语气略带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没想到你真的当真了。我觉得我们当朋友挺好的，这些年你送给我的东西我也很喜欢。接着便挂断了电话，你顿时面如死灰。为什么他不早点拒绝？为什么自己送的情侣礼物他全都收下了？算了，只怪我自作多情。江城大学就不去了吧。你此时对江城大学产生了抵触，随即你满脸失落的来到了客厅。老爸看出你有些不太对劲，在他的追问下，你也没有藏着掖着，把自己表白失败的事情跟爸妈都说了一遍。哈哈哈，我儿子长这么帅，还能被拒绝？方玲忍不住笑出声来，梁云也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。你们笑什么？儿子求偶失败很好笑吗？方玲控制了一下情绪，她此时心里想的是，自己的儿子不会找不到对象的。接着她笑了笑，在你小的时候，我给你定了个娃娃亲。梁云这时候也附和头，那江家的小妮子可俊了，她就在江大，到时候你报名江大，2个人还不用异地恋呢。而你此时整个人都懵了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？我要追求自由恋爱。老爸没好气的拍了一下你，你知道你江叔家的闺女有多优秀吗？过2天你就得和她领证去。你抬头看着老爸，高考刚结束，你让我去结婚，这合理吗？你完全接受不了。最重要的是对方女孩子的意愿，你这不是逼人家女孩子吗？老爸挑了挑眉，如果女孩子没意见的话，你也没意见。你不屑一笑，她都没意见，那我肯定没意见。对方怎么可能没有意见呢？无条件跟一个没见过的男人结婚，你以为这是写小说吗？方玲可没有管自己的儿子在想什么，而是直接拨通了一个电话。你爸跟你说的那个娃娃亲，我家这位是没什么意见的，就看你愿不愿意啊。我没意见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十分的动听悦耳，语气十分的平静。你马上慌乱起来，他没意见，但是我有意见啊，他都不认识我，怎么就答应了？老爸却一脸得意，你自己说过的，只要人家没意见，你就没意见。你要是现在说你有意见，就是打人家女孩子的脸。别呀，老爹，你帮我解释一下呗。可老妈这时也过来劝导你，自己都说了，人家没意见，你就没意见，现在反悔不太好啊。你却十分的委屈，可是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而且他为什么要同意啊？老妈听后却拿出了一张照片，对了，这是他的照片。而你看到照片的一瞬间，心跳都漏了一拍。只见那女孩出落得亭亭玉立，一袭黑色连衣裙勾勒出她曼妙的身材，皮肤白皙如雪，身上没有过多的装饰，却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，只能说太漂亮了。而且你对她还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你咽了咽口水，老爸看到你一脸犯花痴的模样，翻了个白眼，可以吧？你沉默了一会，还是摆了摆手。我承认她很好看，但是我跟她都不了解，我可不管你这些理由，反正后天就要去领证，不合适到时候再说。老妈此时喃喃道，对啊，她都等了你这么多年了。你闻言一脸疑惑，等我啥意思啊？我有说什么吗？我没说什么吧？老妈却心虚的敷衍道，你也没有太在意，内心在想，她应该也是被逼的吧，到时候跟她好好的聊聊。接着便回房间休息去了。但你总感觉江志言这个名字在哪里听过，可在你的记忆里却找不到这个人。想着想着，你就睡了过去。第二天你还在睡梦中，一道倩影敲响了你家的房门。叔叔，我来了。方玲听到后，急忙开门把人带了进来。小妍啊，你来了，进来坐。梁云也连忙招呼着他。江志言礼貌一笑，有些羞涩的说道，梁姨，不用了，我是来。梁云一下就明白了，我现在就把他叫起床来。说着，梁云把江志言拉到客厅。江志言这一次并没有拒绝，而是面带微笑的坐到了客厅。接着两口子火急火燎的冲进了你的卧室。臭小子还不快起床，昨晚玩到几点了？说着，老爸直接就掀开了你的被子。你们这是在干嘛？好好的假期还不让我睡觉，可不等你继续发牢骚，老爸就把你拽了起来，让你赶紧去洗漱，还对你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见拗不过他们，你只好晃晃悠悠的往门外走去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上衣穿一下。老妈提醒道，你却撇了撇嘴，家里又没有外人。可当你走出房门的时候，整个人当场就僵住了，一眼就看到客厅的女孩，而她也朝你这边望来，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红晕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客厅有人。接着你飞速跑进了厕所，此刻你人都傻了，甚至想一头撞死在自己的8块腹肌上。而此时江志言的脸上微微发红，身材还不错，他嘴角不自觉的微微上扬，都快认不出你了，真是好久不见。等你收拾好出来时，来到客厅，看着这个模样极美的女生，你们2个人就这样对视着，一言不发。而爸妈则是在你的卧室里，他们把头凑在门上，2个人怎么不说话呀？终于你率先打破尴尬，你好，我叫方浩宇。看着面前美若天仙的女孩，
你心跳止不住的加快。江志言礼貌地点了点头，走吧。你满脸问号，去哪？他挑了挑好看的眉毛，领证。他的语气十分的平淡，仿佛领证是一件很小的事情。你表情变得有些奇怪，不是来真的啊？我要带什么吗？你有些不知所措。江志言淡淡的说道，带上你自己身份证和户口本，我在楼下等你，别让我等太久。你身上的衣服最好换成白色的。说完，他站起身来先走了，留下了不知所措的你。江志言前脚刚走，梁云跟方玲两人就立马从卧室里面出来了。老爸说道，这是户口本跟你的身份证。老妈说道，这是我提前给你准备的衣服，赶紧换上。此时的江志言在楼下等着你，他内心很激动，但是漂亮的脸上却写满了的平静，身上散发着一股高冷的气质。直到你下楼之后，他脸上才浮现出一丝笑意。没久等吧？你此时身穿白色的衬衣，黑色的裤子，看起来十分的正式。江志言看到你的样子，也是微微一愣，没想到他长大后还是挺有姿色的。怎么了吗？到现在你还不知道如何称呼面前的人？没事。江志言反应过来之后，眼神望向别处，掩饰自己的尴尬。没久等吧？你又问了一遍。江志言回道，等得挺久的，你只是想客套一下，没想到他真觉得等久了，好尴尬。我们怎么过去？打车吗？你换了个话题。我有车，开车去。随后江志言把你带到了一辆白色的奔驰上。你是被迫的吗？你忍不住问道。你已经想好了，如果是被迫的话，两个人可以先假装领证，反正就是找个借口瞒过父母，到时候再找个理由说不合适就行了。江志言微微一愣，显然没想到你会问这样的问题。见他不说话，你认为自己猜对了，我们都还没毕业就领证，也不知道父母是怎么想的，要不然我们想个办法，假装领证怎么样？江志言嘴角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。假装领证什么意思？你解释道。我要是不领证，我父母就减少我的生活费了，我不想大学期间荒野求生啊。江志言眨了眨美眸，眼神略带一丝玩味。听你的，那就领呗。你瞬间松了一口气。那走吧。江志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我没有驾照。你一脸疑惑。那请问这辆车是怎么过来的呢？我刚才叫的代驾。那你再叫一次。我没钱了。你一脸不相信。都开这车了还说自己没钱。江志言像是知道你在想什么一样，神色平静的解释，我爸的车。你总有一种感觉他是故意的。那怎么办？我也没驾照。江志言淡然一笑，露出一副我早有准备的表情。没事，我还准备了小电炉。你脑子有些转不过来，总感觉有些不对劲。你们来到了一辆粉色电驴的旁边。就是这辆。你来骑。你犹豫了一下。粉色的小电驴，纯纯猛男粉啊。最后你还是妥协了。猛男粉就猛男粉吧，反正戴着头盔。你看到头盔的颜色之后，眉头一皱，这头盔怎么也是粉色的？江志言瞪了你一眼。我是女生买粉色不是很正常吗？你是不是嫌弃？你赶忙摆了摆手。没有没有，我怎么敢嫌弃呢？我就喜欢粉色的。江志言又从电驴的座位底下拿出了另一个粉色的头盔。你帮我戴。我不会戴。算了，就帮他一下吧。你1.83米，江志言1.68米，你低着头帮他戴头盔。两人目光对视，你看着他漂亮的脸蛋，脸颊忍不住发烫，看着面前的容颜，心中忍不住泛起一丝涟漪。你摇了摇头，强迫自己别想太多，自己这是见色起意罢了。江志言脸颊也开始有些发烫。好了，戴好了。两个人戴上粉色的头盔之后，看起来还真像一对情侣，看起来十分的般配。坐上小电驴，江志言的手不知不自觉已经搂住了你的腰，你都感受到了后背传来的柔软，伴随的还有江志言身上淡淡的体香。这样的触感让你忍不住在心中呐喊，这绝对犯规了。开了10几分钟，终于到了民政局，接下来就是领证。2个半小时过后，民政局门口一男一女，手上都拿着各自的结婚证。你看着手中的结婚证，还有种在做梦的感觉，没想到自己就这样结婚了。虽然说是假领证，但也是第一次啊。你看了一眼江志言，他并没有看结婚证，而是放进了包里，看起来并没有觉得结婚证很重要。你提醒道，保管好了，如果离婚的话还需要用的。江志言没有回答，而是淡淡的说道，该回去了。回去的路上，你再次感受到了自己老婆的身材有多犯规。10几分后，终于到了你家楼下，我先走了，你记得报名江大。你打了个招呼便离开了。江志言看着你离去的背影，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。傻瓜。紧接着他回到了奔驰上，然后拿出结婚证，看着上面的照片，眼睛根本挪不开。假领证吗？盖章可不是假的。他清冷的脸上又露出了一丝好看的笑容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结婚证放进了包里，开着奔驰离开了这里。没驾照，怎么可能没有？骗这个傻瓜罢了。你领证这件事情谁都没有说，你是真不敢说啊？就算你说了，谁又会信？最主要的是你这算是假领证，到时候如果被人知道了的话，可能会耽误自己找对象，更主要的耽误自己老婆找对象。怎么总感觉这句话有点逆天？耽误自己老婆找对象，假老婆罢了。要是真的就好了，不过不可能的，对方也是被迫的。你脑海里总是忍不住回忆起今天2人亲密的举动。他长这么好看，身材这么好，而且对自己还挺高冷的，肯定对我这样的人没什么兴趣吧？果然还是打游戏适合我，要不找点兼职，到时候有钱了也不怕家里的便宜老爹不给生活费了。说干就干，至于要做什么呢？你现在已经有想法了，志愿没有任何意外，你最终还是选择来到了江大。虽然很不情愿看到沈，但是这里离家近，而且你跟江志言已经领证，要是不报考一个大学的话，爸妈那边也说不过去。至于专业，你选择了计算机系，直到开学前2天，你才知道有一个新生群，你有些后悔，这段时间玩嗨了，都忘了正事了。自己作为新生，应该要去新生群了解一下学校怎么样才对啊。你加入新生群之后，群里一个叫海之言的账号突然说道，新生想来了解学校的私聊我。你眼睛一亮，赶忙发送了好友申请。莫一会，海之言就通过了你的好友申请。海之言很快发来消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看到消息一愣，问一下消息，还要告诉学长自己的名字吗？我叫方浩宇，是计算机系的新生。另一边，在宿舍的江志言好看的美眸眨了眨，嘴角忍不住上扬，终于等到你了。
他可是在新生群蹲了很久了，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先问名字的原因。名字正确就回答问题，不正确就无视。很显然这次正确了。学长，我们学校的宿舍长什么样？空调好不好用？不会年龄比我还大吧？你开始问起了学校的一些情况。要知道宿舍的环境跟空调简直就是学生的命。要是宿舍烂，空调烂的话，大学生可以在宿舍从早上骂到天黑。海之言回道，环境还可以，放心吧，我们学校的宿舍都很新的，空调也是新装不久的，还有洗衣机之类的。你又接着问了好几个问题，海之言对你都是知无不言，这让你对他的印象非常好。原本以为海之言学长说这么多，后面会推销一波校园卡，但是并没有。你接着说道，等到了学校，我请你去食堂吃饭。海之言回道，我等着你。4栋女生宿舍内，一个绑着高马尾、长相中上的女孩，刚刚回到宿舍，就看到了江志言看着手机，嘴角还带着淡淡的笑容。杨晓玲微微眯起眼睛，狐疑的看着江志言，你笑什么呢？杨晓玲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江志言不会是谈恋爱了吧？不太可能吧？江江不是不碰男人的吗？要不然为什么自从来到学校的这3年，追过他的男生那么多，全都被他狠拒了？没错，不是婉拒，而是狠拒。他可是被誉为江大第一高冷校花，没有一个男人能入得了他的眼，就算是学校公认的校草，都没有能跟他说上3句话。杨晓玲欲哭无泪，难不成这个跟着自己寡了这么久的闺蜜要脱单了？这让她有一种养了很久的白菜被猪拱了的感觉。江志言收起笑容，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谈什么恋爱？你觉得可能吗？杨晓玲松了一口气，那就好，我就说江大校花怎么可能突然恋爱？他坐到凳子上，刚喝了一口水，其实我已经结婚了。噗，嗨嗨，江江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杨晓玲看着自己裤子上的水，都有些无语了，自己这个闺蜜真是能呛人啊！爱信不信？江志言白了他一眼。杨晓玲陪笑道，信，我江大校花结婚了，记得请我喝喜酒哦。嘴上这么说，他当然是不可能相信的。江大第一校花，高冷女神，不近男色，这几个词跟结婚2个字完全不搭边，好吧？谁能信啊？傻子才信。很快到了开学当天，你一进校门口，就看到了一堆蓝色大伞连在一起，下面坐着不同学院的接待人。锁定目标之后，你拖着28寸的行李箱，来到了写着信息学院新生接待处牌子的旁边。您好，这里是信息学院的新生报名点吗？中年男子点了点头。没错，这里就是信息学院的报名点，请问你是新生吗？你赶忙拿出录取通知书跟身份证递给他。中年男子确认无误之后，淡淡的说道，我是信息学院接待处的老师，我叫何冰，你叫我何老师就可以了，你登记一下就可以进去了。如果行李太多或者不认识路的话，后面那些穿着红色志愿者马甲的学姐学长都可以带你去。就在你准备去找一个学长带路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周围的人的声音开始嘈杂了起来。那不是江大校花吗？他怎么也来新生接待处了？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江志言的身上。你在看到江志言的那一刻，1个月前闪婚的记忆在脑海里浮现出来，心跳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起来。就在江志言四处张望的时候，一个寸头的男生鼓起勇气上前，学姐，我可以要你一个联系。他还没有说完话，江志言眉头微微一皱，眼神中透露着一丝冰冷。不好意思。寸头男生背后发凉，赶忙道歉离开。周围的人没忍住笑了出来，这寸头一看就是个新生，谁不知道江大校花的性格啊？江大校花怎么可能接近男生？就算来接待也不可能接待男生，他要是接待男生的话，我直接吃。江志言终于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人，他皱着的眉头瞬间舒展开来，原本冰冷的眼神也变得温柔了起来，脸上浮现出来淡淡的笑容，随后立马往你的方向走来。你愣住了，你原本只是想留下来吃个瓜，怎么感觉他是冲自己来的呢？就在你愣住的时候，江志言已经走到了你的前面。小学弟，找不到宿舍是吧？我来带你去。江志言甜蜜一笑，这个笑容让你心都漏跳了一排。我们不是说了假装领证吗？你小声的说道。江志言唇边勾起淡淡的笑意。对啊，我是以学姐的身份带你去宿舍，你为什么不叫学姐？这么没有礼貌吗？周围的人都看着你们，你被看得有些尴尬。谢谢学姐，那个可以带我去宿舍了吧？江志言挑了挑眉，请说。拜托了学姐，你只想快点离开，还是不太习惯被这么多人注视，总感觉他们在蛐蛐自己，所以只能无奈的妥协。拜托了学姐。江志言俏皮一笑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带学弟去一下宿舍吧。随后拉着你离开了这里。周围的学生都傻了，这什么情况？是我们没睡醒吗？你刚才说你要吃什么？我说我要吃食堂的黄焖鸡米饭。震惊，江大学姐居然接待男性的新生，这届新生也太有福了吧！原本打算离开的新生，突然不打算走了。其实在这里等着校花学姐回来接待，也挺不错的，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儿就是自己呢。江志言开口说道，你在3栋，我在你隔壁，我是4栋的。你随口回了句，我没问，学姐好心带你，你什么态度？江志言装作恼怒的说道，你不敢看他，主要是每次看他心跳都特别快。那个不好意思。江志言这才露出笑容，这才对嘛，我们现在都在一个学校了，要互相帮助。我爸跟我说要多帮帮你，要不然我才不来呢。你恍然大悟，怪不得，要不然我还以为江学姐喜欢我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心中闪过一丝失落。江志言俏脸微微发红，切，真自恋。对了，微信加一下，上次没加。你拍了拍脑袋，对，你看我这脑子。上次2人领证之后，居然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加。结婚的2个人没有联系方式，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吧？好了，2人终于加上了联系方式。小学弟，以后在学校有什么不懂的都来问我，懂了吗？对了，江学姐，那个你是什么专业的？计算机，跟我一个专业。你微微有些惊讶。是啊，所以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来问我，学姐会好好为你解答的。江志言傲娇的说道。这样可爱的一幕，让你又愣住了。可爱捏，谁能想到刚才在新生招待处拒绝学弟的高冷学姐，在你面前居然有如此可爱的一面？江志言得意一笑，怎么了？爱上我了？你回过神来，红着脸解释道。
怎么可能？江志言语气有些不屑，软弱无力。行了，这里就是3栋了。不知不觉，你们已经到了3栋了。你十分礼貌地说道：“谢谢学姐了，那我走了。”说完便往宿舍楼里走去。你离开之后，江志言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之前的冰山脸，依旧是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。3357宿舍，你确认了几遍？没错了，就是这个宿舍了，自己未来4年的宿舍。你推门进到宿舍，一进门就看到宿舍里面已经有人了，一个身高1.86米、身材壮实的男生正坐在椅子上玩电脑。这时候他也注意到了你，他脸上浮现出惊喜：“你是我们寝室的吧？终于有人来了。你好，我叫周子然，我是粤东人。你好，我叫方浩宇，江城本地人。太好了，到时候我们寝室出去玩的话，有你在就不会踩雷了。”周子然乐呵呵地说道。就在这时，敲门声响了起来，你起身过去开门，门口站着一个身高1.75米左右、身材均匀的男生，他脸上带着笑容：“你们好，我叫姚玉彤，也是3357宿舍的，是你们未来4年的室友。我叫方浩宇，他叫周子然。你总感觉他这个名字有点像女生，我的名字很像女生是吧？”姚玉彤笑着说道。我刚上初高中的时候，还被安排到了女生宿舍。你开了个玩笑，有这好事？姚玉彤笑道，差点被当成色狼打出去。姚玉彤的性格也很外向，3个人一下子就熟络了起来。最后一个室友晚上才到。哈喽，我是你们的室友，我叫林志凯，一个瘦瘦高高的瓜子脸。林志凯进到宿舍介绍着自己，宿舍4个人终于全都认识了。男生之间只需要1个晚上就能变成好哥们，甚至是好父子。原本的称呼还是非常礼貌，仅仅过了1个晚上，就变成了以父子相称。第二天，你早早起床洗漱过后就要去买早餐。周子然在床上一脸猥琐的笑着。好，帮我带份早餐。你没好气的说道。滚滚滚，爹地，帮孩儿带一份。还有我。你叹了口气，真拿你们这群儿子没有办法。你离开宿舍之后，给海之言学长发了个消息，学长，第几食堂早上的美女多一点？男人本色，你刚来江大，这种事情问学长，绝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上大学总归是要谈一段恋爱的，总不能因为沈怡伤过自己就停滞不前了。想到谈恋爱，你脑海里莫名的浮现出了一个人的身影，不是沈怡，而是江志言。你赶忙摇了摇头，想什么呢？人家可是江大校花，能看得上你。女生寝室，杨小玲语气有些害怕。江，你干嘛呢？这眼神跟要杀人一样。江志言此时咬牙切齿盯着手机屏幕。杨小玲咽了咽口水。江，你什么时候有起床气了？江志言没有说话，但是眼神如果能杀人，他已经把手机屏幕对面的那个人杀了。看美女，看他还不够吗？江志言开始回复消息，你去第3食堂吧，会有惊喜。收到消息的你立马转变了方向，原本你想要去第1食堂的，既然学长都说第3食堂有惊喜了，那肯定要去啊。学长出品，必是精品。江志言眼神冰冷，我要去买早餐，你要吃什么？我帮你带。杨小玲回道，帮我带？怎么突然要帮自己带早餐？刚才还有种生气的感觉，现在要给自己带早餐，什么情况？杨小玲一时间有些摸不清头脑了，这还是她第一次看不懂自己的这个闺蜜。江志言表情没有一丝变化，要买什么微信发我先走了，留下了杨小玲一个人懵逼的站在原地。不对劲，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，怎么感觉吃炸弹了？虽然江志言没有明显表现出来，但是杨小玲能感觉到她有些不开心。此时的你一进到第3食堂，就看到了不少妹子，不愧是学长啊，眼光确实好。你买完早餐，找了个位置打算边吃边欣赏的时候，突然门口进来了一个女人，她的长发如瀑布般垂落在背上，微微飘动，脸上绝美的容颜一下子就吸引了你的注意。她怎么来了？你微微有些惊讶。江志言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的你，找到你了。江志言在众人的眼光中径直走到了你位置前坐了下来。来看美女。江志言冷冷地说道。嗨，什么？你口中的豆浆都忍不住呛了出来。学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江志言俏脸微微一红，我一进来你就盯着我一眼就看出了你的坏心思。你一脸疑惑，君子爱美，何错之有？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太好？江志言瞪了你一眼，气不打一处来。某人都要出轨了，我心情能好吗？出轨？谁啊？这么过分？江志言幽怨地看了你一眼，你到底真傻还是假傻？你一脸懵逼。好在你们的声音不是很大，周围的人都听不到。虽然很多人都看了过来，但是没人敢过来听。江志言的性格让这些人不敢靠近，要不然也不被称为冰冷女神。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冰冷只是对他们而言的。江志言不满地说道。我们都领证了，你来第3食堂看美女，难道不是有出轨意图吗？你微微一怔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们不是假装领证吗？难道江大校花这是吃错了，因为自己看了别的美女？这是在做梦吧？你开始装傻，假装领证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江志言反问道。当时我们商量好的。你懵了？江志言挑了挑好看的眉毛，略带玩味地说道。那当时我们领的是假证吗？这可是有法律效益的哦。你有些不知所措。那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江志言笑道。不逗你了，你都说了是假装领证，那我自然也不会管你。你试探性地问道。真的？江志言开口道。假的。既然我们现在名义上有这个结婚证，那你在离婚之前就不能找女朋友，结婚期间找女朋友可是出轨，这是不道德的。我是为了你好。你脑子有些转不过来，是这样吗？我感觉我好像被 CPU 了。江志言淡然一笑，放心，我也不会找的，我们要遵守婚姻法。你为难地说道。那没有办法了吗？不谈恋爱的大学是不完美的，
江志言嘴角微微勾起，还有一个办法。你好奇地询问道，什么办法？江志言勾了勾手，你过来，你把耳朵凑了过来。江志言轻轻地把嘴唇凑到了你的耳边，你都能闻到江志言身上淡淡的清香。江志言语气变得温柔了起来，你可以跟我谈恋爱哦。你的耳朵瞬间红透了，学姐，你认真的？你心跳止不住的加快。江志言俏皮一笑，哈哈哈，逗你玩的。看着面前笑靥如花的江志言，你手中的豆浆都差点没抓稳，自己这是被拿捏了。这份早餐是给我买的吗？江志言淡淡的问道。你下意识的点了点头，谢谢学弟给我买的早餐。随后江志言直接把早餐拿走了。你这才反应过来，可惜已经晚了。这是给儿子们买的早餐啊，不过无所谓了，再买一份就行了。你摸了摸心脏的位置，想到刚才江志言靠在自己的耳朵旁说的话，你心跳就跳得非常快。别跳了，不对，你别真不跳啊，我让你慢点。你闭上眼睛，脑海里都是刚才的画面，自己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是心动了。江江，你怎么买了3份？杨小玲此时大大的眼有着大大的疑惑。江志言神色淡然，我怕你不够吃，特意多买了1份。此时的男生寝室，儿子们，爸爸回来了。你手上拿着新买的3份早餐，很快3份早餐就被儿子们抢完了。看着儿子幸福的吃着早餐，你有种成就感。你回到自己的桌子前，手机提示音响了起来，海之言发来消息，怎么样？30堂的美女好看吗？你回道，都没怎么看，光看学姐了。哪个学姐？江大校花，今天在食堂看到她了，你觉得她怎么样？你沉思了一下，如果要评价学姐的话，肯定要客观的评价，我觉得长得很好看。江大第一校花实至名归，那你喜欢她吗？你觉得学长也不是外人，对自己挺好的，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告诉他，也不是不行。学长，实话实说，我其实有点喜欢她，每次看到她都有一种心跳加快的感觉，但是人家可是江大校花，能看上我的概率可不大。江志言唇边勾起淡淡的笑意，喜欢我又不敢当面说嘛，不知为何他的心里甜滋滋的。江志言自从来到江大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跟他表达过爱意，他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但是你的话让他忍不住脸上微微泛红。江江，你脸怎么红了？太热了？不会吧，空调开的挺很低了，我挺冷的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你别管了。江志言知道了你对他的感觉，可以说主动权已经把握在他的手里了，那他可就要好好调戏自己未来的老公了。江志言忍不住在心里嘀咕，啧，江志言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坏了？居然要去调戏学弟？不对，我本来就这么坏。很快到了第2天，今天是新生军训，6点半就起床集合。昨晚你们4个人聊天聊得很晚，现在4个人差点没有当场猝死。军姿半个小时，动的话打报告，要不然加10分钟。随后教官就开始不断的来回读，眼神死死的盯着众人，众人大气都不敢出，所有人的头都抬起来，除了这你们4个在打瞌睡。教官自然也是看到了，4个人全部都被拉了出来。你们几个很不错。教官嘿嘿一笑，后面就是操场了。10圈，听到了吗？我不想说第2次。听到了。4人脸上写满了痛苦。昨晚到底是谁挑起的话题啊？4个人来到操场边跑边甩锅，跑完后你们终于得到了休息，你直接瘫坐在地上，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随时都会晕过去。10分钟的休息时间过得很快，全体起立，哀嚎过后又是军姿。学弟学妹在操场军训，有不少的学姐学长来看，他们吃着雪糕西瓜看新生军训，学弟学妹看着这一幕，别提有多难受了。这算是传统了，自己淋过的雨，恨不得把别人的伞撕碎。终于训练完后，到了表演节目环节，信息学院的连队都聚集在一起，中间留了很大的空位，有没有上来表演节目的？王教官看着众人发问，全场一片安静。王教官看着你们4人坏笑道，今天早上跑步的4个人出列，你们4人表情一黑，完了，大概率是要被抓出来充当壮丁了。王教官坏笑道，该你们表现了，你们自己讨论，最起码出2个节目。4人面面相觑，石头剪刀布吧。最后你和周子然输了。周子然开口道，让爸爸先上。他1.86米的身高，壮硕的身材，所有人都以为周子然要表演单手俯卧撑之类的猛男运动，没想到他直接放了一首《极乐净土》，在场所有人的表情都是一脸懵逼。随着音乐的伴奏开始，周子然也开始舞动了起来，准确来说是扭动了起来，全场的气氛都炸了。周子然抛开样貌不谈，这首《极乐净土》跳得很好，扭起来丝毫不比女生差。猛男跳《极乐净土》别有一番风味。操场不远处的位置，江江，你快看，那边有猛男跳《极乐净土》，跳还挺好的，就是笑起来有点猥琐。杨小玲拉着江志言往我们这边走，江志言眉头微微皱起，怎么没找到他呢？晚上灯光并不是特别亮，加上新生都聚集在一起，他都找不到信息学院的连队是哪个了，好像是信息学院的那个人，我之前在新生接待处见过。杨小玲道，原本他还在拉着江志言走，下一秒江志言直接拉着他往信息学院的连队走，脚下的步伐也加快。杨小玲一脸问号，怎么比我还急？什么情况？难道江江喜欢看猛男跳这种反差的舞？难不成江江也是反差？杨小玲摇了摇头，怎么可能？高冷女神怎么可能反差？周子然的表演让她成为了全场最靓的仔。接下来轮到你表演了，你来到台上，手中多了一个话筒，一手倒带送给大家。随着伴奏慢慢响起，全部人都安静了下来。音响不是很好，伴奏的音乐沙沙的，但是依旧不影响大家的手跟着摆动了起来。你深呼吸了一口气，轻轻地闭上了双眼，缓缓开口。此时你脑海里回忆起了跟沈怡的点点滴滴，你的声音低沉而且充满感情，给人一种说不清楚的难过，那是一种失恋的感觉。现场的人原本被周子然的极乐净土整嗨了，你一开口，全部人都安静了下来，全都沉浸到了你的歌声里面。
状态瞬间就变成了 emo。麦克风跟音响质量很差，但是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不远处，江江，这个男生唱的好好听啊，都还没12点，我就忍不住 emo 了。快给我张纸！虽然杨晓玲没有谈过恋爱，但是听到这首歌，她有种失恋的感觉。江江，杨晓玲没有得到回应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江志言淡淡的说道：“看什么？”杨晓玲回道：“没事，就是想说太好听了。”江志言说道：“我也觉得。”等杨晓玲转回去之后，江志言也忍不住擦了擦眼角的眼泪。谢谢大家，你唱完之后勉强露出一个笑。晚上的女生寝室，杨晓玲看着自己在操场上录下的视频，回味无穷，真的唱得好好听啊，我都感觉像是谈了一场恋爱。这个学弟是信息学院的吗？长得还挺帅的。江志言突然一愣：“你录视频了？”杨晓玲回道：“本来是在录跳舞的那个学弟，但是没想到后面唱歌的学弟唱歌特别好听，我就忍不住录了下来。”江志言说道：“发我一份。”很快，江志言的手机上就传出了你今晚在操场上表演的歌声。他能听出你这首歌是什么意思，他也从方叔叔口中得知过这件事。那个人不懂珍惜，但是他不一样。紧接着，他回忆中出现了一个小男孩。第二天表白墙上多了不少你唱歌的视频。强强，帮我捞一下这个男生，这个男生唱歌好好听，有人认识吗？可以把联系方式给我吗？而此时的你都快要被晒成煤炭了。就在众人顶着大太阳站军姿的时候，操场上多了个撑伞的女孩，她身穿白色的仙女长裙，宛如仙女下凡一般，静静地走到了看台的最前面坐了下来。那不是江志言吗？江大第一校花居然来看军训，这些学弟也太有福了吧！周围的其他人议论纷纷。休息，坐下，休息时间到了。你其实已经感受到了江志言的目光，总感觉江志言是特地来看你的，但是你不好表现出什么来，万一是自己自恋呢？他不一定是来看自己的。林志凯凑了过来，露出了欣赏的表情。我靠，江大校花真的太好看了，谁能做她的男朋友？那绝对是积了8辈子的福气。你白了他一眼，能不能跟我一样矜持？林志凯说道。不是，老弟，你还矜持上了？我怎么感觉他的目光一直在看着这一边啊？不会是在看我吧？林志凯自恋的摸了摸自己脸。姚玉彤说道，他会喜欢你这种干着身材，应该是我这种，一看就是经常运动的。说着，姚玉彤举起肩膀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肌肉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绑着马尾、身高1.6米左右，穿着 JK 制服的女生撑着伞来到了第7联队，她的目光锁定了坐在后面的你，径直朝你走过来。3357寝室的其他人看到这一幕，全都大眼瞪小眼。学弟，我可以要你的联系方式吗？你指了指自己，疑惑地问道。我吗？周围的人开始起哄了，尤其是你的3个舍友，听取哇声一片。哇！周子然开始打起了助攻，人家顶着大太阳来找你要微信，你好意思不给？其他同学也开始起哄。你突然感觉到背后一凉，目光立马看向了坐在看台最前面的江志言，他的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，不对，是冷笑。你想起了当时他跟自己说过的话，这可是婚内出轨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结婚了。女孩愣在原地，结婚了？林志凯赶忙出来打圆场，没有，他其实脑子有点病。学姐，别管他，要不然要我的微信，我唱歌其实也挺好听的。女孩摇了摇头，我不喜欢太瘦的。说完便离开了。林志凯笑容僵住了，一下子倒在了你的腿上，痛，太痛了，我帮他解围，他居然还羞辱我。周子然忍不住幸灾乐祸，死甘蔗，你这儿童身材谁看得上？活该，哈哈哈！你偷偷瞄了一眼江志言，发现他脸上恢复了之前的高冷。什么情况？你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他在人多的时候挺高冷的，但是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却挺能说的。你其实就没打算给那个女生联系方式，因为你在不知不觉中，江志言已经进入了你的心里。虽然你总感觉江志言对你有好感，但是你还是害怕走出那一步之后，结局会跟上次一样。沈怡当时给你的感觉也是他喜欢你，可最后呢？所以你的内心很纠结。就在你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江志言从看台上站了起来，他的手上拿着一瓶水，他走到第7联队这里，把水递给了你。江志言淡淡的说道：“给你的。”你机械的接过水，大脑有些空白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你送水。虽然两人领证了，但是你清楚两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在一起。而且江志言在江大是冰山女神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你送水的画面，你真的不敢想。江志言表情没有变化，但是能看出他脸颊微微有些泛红。这还是他第一次给男生送水，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。谢谢学姐。你心跳止不住的加快。送完水之后，江志言直接离开了。你看着手里的水，沉寂的那颗心也开始有些躁动。看到这一幕的心声都懵了，这两人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能让校花学姐送水啊？这可是江大第一校花。一时间，无数双极度羡慕恨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你，就连林志凯都化身情敌，死死地盯着你。儿子，你什么时候找的儿媳妇？周子然也说道。什么情况？你脱单了？还是跟校花？怪不得你不给那个学姐微信。姚玉彤也说道。闷声干大事啊！你小小的自恋了一把，为负什么样的人，你们还不清楚吗？如此有魅力，校花被我吸引也正常。他看上你，我直接吃。林志凯装作恶心的表情，没想到你这么自恋。此时的女生寝室，江江，你谈恋爱了吗？杨晓玲略带不满的问道。江志言表情一僵，谁跟你说的？瞎说什么？杨晓玲说道。没谈恋爱，
你怎么最近老是天天出去？我现在就跟一个孤寡老人一样。呜呜，江志言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，你还真是会脑补。他确实没有谈恋爱，领证可不等于谈恋爱。军训结束了，这也意味着真正的大学生活要开始了。你此时真的很想说一句，2周，你知道我这2周是怎么过的吗？时间过得很快，刚上了1周的课，中秋节假期就到了，终于没课了。你决定回家去。爸，开门啊！你儿子回来了，我就在门口。你打了个电话给自己的老爹，你回来干什么？方玲没有开门，你一脸疑惑。你们难道不想我吗？我想你妈，不想你。嘟嘟嘟，你看着被挂断的电话，沉默了。真是亲爹啊！中秋节难道不是团聚的日子吗？居然不让儿子回家。就在你考虑要不要回宿舍的时候，江志言给你发了一个定位，你爸让你来这里住。什么情况？你有些摸不着头脑。看了一下定位，是一个离江大非常近的一个小区，难不成是老爹给我买的房子？你很快就否决了这个想法。虽然自己老爹有点小钱，但是给自己买房子不太可能，应该是给自己租的吧。不过能住就行。你很快就到了地点，我到了12栋1501，自己上来。你刚走到门口，还没有敲门，门就打开了。门一打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绝美的女子。江志言穿着一身薄薄的睡衣跟短裤，曼妙的身材展露了出来，看得你眼睛瞪得大大的。玉肩、玉腿、玉足，不行，什么都玉只会害了你。你摇了摇头，抛开掉自己那些不干净的想法。学姐，你住在这里，进来吧。拖鞋在鞋柜里面。江志言神色淡然，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你的问题。你赶忙进去换上拖鞋，粉色的，这也太烧了吧！你看着自己脚上那双粉色的拖鞋，居然还有兔子的图案，简直太少女了。江志言俏皮一笑，粉色这么好看，兔兔这么可爱，你怎么能说烧呢？刚才进来之前，江志言看着还是挺高冷的，怎么门一关上就开始活泼起来了？难道他私下很反差？你看了一眼江志言的玉足，不对，是拖鞋，发现是同一款，不过他的是蓝色的，而且图案是大灰狼，难道是情侣款吗？你脸颊微微发红，怎么感觉自己是有种小兔子进狼窝的感觉？学姐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呢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江志言耸了耸肩，我早就在这里了，我都住1年了。你住了1年，这不是我爸给我租的吗？给你买的。给我买的？我爹什么时候对我这么好了？之前还说不领证生活费减半，你一脸惊喜，还没毕业就有房子了，不靠别人，全靠父母努力。不对啊，我爸给我买的房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江志言唇边勾起淡淡的笑意，因为这是爸爸给我们买的婚房啊。婚房？你瞬间懵了。江志言狡黠的笑了一下，我们都领证了，我的爸爸不就是你的爸爸吗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这才反应过来。这是江叔叔给你们买的婚房。看着江志言得逞的笑容，你咽了咽口水，怎么感觉自己入狼窝了？还是一个漂亮的大母狼。江志言开口道，以后周末你都要来这里住，当然平时也可以。你疑问道，为什么？江志言装作可怜兮兮的说道，你舍得你的老婆独守空房吗？说完眨了眨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搞得你小鹿乱撞，不是假领证吗？怎么事情朝着奇怪的地方发展了？不行，我要拒绝。西格玛男人绝不会。好吧，你点了点头，看着江志言那楚楚可怜的大眼睛，你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，而且你确实对江志言有喜欢的感觉。我的房间呢？你指了指里面，这套房还是很大的，4室1厅，可见江志言的父亲对他还是很不错的。江志言挑了挑眉，我来带你熟悉一下我们的婚房。老实说，这是婚房，你都感觉像是真的结婚了一样，不过好像就是真的，毕竟正是真的。很快你就被这个婚房震惊了，这里专门设置了一个房间当成电竞房，2台电脑。江志言开口道，这是我专门给你弄的，喜欢吗？显卡是5090的，配置这一块你放心吧。5090，你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跑过去轻轻地抚摸着这台电脑的设备，自己在学校用的都是游戏本，属于笔记本战神了。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电竞房，设备还如此的高级。不是，谁以后周末还留在宿舍啊？看到你的表情，江志言嘴角微微勾起，男人只需略微出手就能狠狠拿捏你。你激动地说道，我以后能玩2台了。江志言瞪了你一眼，还有1台是我的，你想什么呢？他真想一脚踹死你这个直男，都放2台电脑了，还不明显吗？笨蛋笨蛋！你疑问道，你会打游戏？看着你质疑的目光，江志言撇了撇嘴，我可以打死你。男人的胜负欲突然升起，你不屑一笑，江学姐，真不是我吹牛，你要是能在我拿手的游戏上击败我，我在这个家里都听你的，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江志言嘴角微微勾起，你说的。随后他伸出小拇指拉钩，你笑道，你小孩子啊，还拉钩？嘴上这么说，你的手还是不自觉地伸了出去，好软，这就是学姐的玉手吗？你的脸忍不住微微发红，这已经不知道是你今天第几次脸红了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江志言傻笑了一下，等等，为什么这个场景感觉有些熟悉？你眉头紧蹙，这一幕好像真的在哪里见过，但是实在想不起来。不知不觉你的手跟江志言的小手五指相扣。江志言俏脸微红，声音软软的说道，怎么了？你很喜欢我的手吗？你反应过来赶忙松开，不好意思，江学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江志言摸了摸你的脸，叫我学姐就行了，没必要加一个江字。你脸怎么了？好烫。没事，可能太热了。你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，赶忙跑到了卫生间洗脸。江志言宠溺的看着你的背影，这个小傻瓜是想起了什么吗？你洗了一把脸，
深呼吸了一口气，这还是你第一次跟其他女生这么亲密。江志言坏笑道：“原来你还是一个纯情大男孩啊！”你红着脸解释道：“什么话这是？我这是有点热，你就嘴硬吧。你很喜欢摸我的手吧？”江志言挑了挑眉，略带玩味的看着你，你红着脸把头扭过一边。才没有。江志言慢慢靠近你，用手指勾了勾你的下巴。笨学弟，说谎都不会说，喜欢牵学姐的手就直接说啊！我们可是都领证了。你此时的脸都红到了脖子根，眼睛根本就不敢跟他对视，心跳更是停不下来。这还是那个江城大学的高冷学姐吗？都快把我玩坏了。此时的氛围极其的暧昧，江志言嘴角微微上扬，他有种调戏良家妇男的那种感觉了。小白兔学弟，嘿嘿，大灰狼学姐来了。就在你闭上眼睛打算任他摆弄的时候，发现江志言拿着手机正在拍你。江志言止不住的笑道：“不好意思，你这个表情太好笑了。”拍完还在你脸上晃了晃。你看到照片中的自己，那任人摆布的表情之中还带着一丝享受。这照片把我拍的也太变态了吧！我可是正人君子啊！你苦着脸哀求道：“学姐，我求你了，删了。”江志言腹黑一笑：“小白兔学弟，这个要看你的表现哦。”救命！到底是谁说江志言高冷女神的？你欲哭无泪，简直就是一个女流氓。不对，应该是一个巨漂亮的女流氓。自己住这里的话，学姐不会偷看自己洗澡吧？想什么呢？看你的小表情好像还挺享受的。对了，我的卧室在哪里？你赶忙转移话题。刚才不是给你介绍过了吗？你眉头一皱，等等，可是你介绍完这些，就只剩一间主卧了。你的意思难道是让我住电竞房？你顿时有些激动，能住在电竞房也值了。江志言原本上扬的嘴角僵住了，真想一口盐汽水喷死你！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难道还不明白吗？江志言冷哼一声：“电竞房没有床，你睡哪里？地板呗。那我睡哪里？总不能让我睡客厅的沙发上吧？”江志言装作十分为难：“那怎么办呢？既然这样的话，也只能让你跟我住同一间了。”你一听，赶忙摆了摆手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真不用这样麻烦你。跟学姐睡在一起，想想这个画面就刺激。但是你可是正人君子，怎么能占人家的便宜呢？”江志言没好气地说道：“我让你睡你就睡，他台阶都给到这个份上，这个笨蛋难道不懂自己的意思吗？你也没想到他会生气。”无奈地说道：“好吧。”江志言狠瞪了你一眼：“跟我住很委屈你吗？你什么表情？他何尝不委屈？他可是江大第一校花，居然被这小子嫌弃。其实你并不是嫌弃，而是在你的眼中，江志言是圣洁的，你不敢玷污，你欲哭无泪，都听你的。过来。”江志言给你使了个眼色，你乖乖地走了过去。江志言轻轻地点起脚尖，用手轻轻地抚摸你的头，语气甜甜地说道：“不委屈了，你乖乖地听我话，可以吗？”你差点忍不住抱了上去。学姐这也太可爱了，好治愈。我不委屈。江志言耐心地解释道：“这个房子也不是我布置的，是我爸布置的，这些东西全都是按婚房来布置的，比如拖鞋什么的，所以只有一个卧室不是很正常的吗？而且我一个黄花大闺女都不说什么，你怕什么？我们就躺在床上，什么都不干，清清白白，问心无愧不就行了？”你似乎也被说动了。确实，我们两个虽然睡一间房，但是清清白白，问心无愧。这里真是你爸布置的吗？你有些狐疑地问道。老一辈的人一般不会弄电竞房这种东西吧？江志言信誓旦旦地说道：“放心吧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”他对着你眨了眨自己那双真挚的大眼睛，而他的内心则是骗你的，我故意的，这些都是我布置的。你本来还想质疑的，但是看到学姐那真挚的眼神，还是忍不住相信了。再说了，就算学姐骗色，明明也是自己更加赚好吧？时间还有挺多的，来2把游戏。你开口说道：“是时候展现一下自己 FPS 天才的真正实力了。”不是，学姐你开了吧？你一脸不可置信，自己最拿手的游戏居然被一个女生打成了人机。你嘴硬道：“一定是我今天手感不好，今天就让你赢吧。”江志言朝你做了个很可爱的鬼脸，菜就多练，愿赌服输，以后你在这个家就要听我的。江志言双手叉腰，以后出门要跟我报备，家里只有一条钥匙，我来保管，不许带其他人来这里。你要来的话也要跟我说，知道了吗？你敬了个礼。是，学姐。噗嗤。江志言看着你这滑稽的样子，没忍住笑了出来。学姐，晚餐怎么办？点外卖吗？你这时候才想起来一个问题，做饭怎么办？你只会做炒鸡蛋跟炒饭，还有泡10几种口味的泡面。江志言淡然一笑，我做。你有些惊讶，学姐，你还会做饭？江志言回道，还行吧，能吃也就会一点点吧。他本来就喜欢做饭，经常在网上研究不少的食谱，这也算是他的一个爱好。不过他都是做给自己吃的，从来没有为了别人做饭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做饭给别人吃。江志言看了一眼时间，也差不多了，你等一下吧，我进去做饭。你问道，需要我帮忙吗？学姐一个人会不会忙不过来？江志言摇了摇头，不用了，你又没有做过，进来只会给我捣乱。你委屈地说道，那好吧，加油学姐，我去切点水果给你。江志言轻笑了一声，喃喃道，怎么越长大越可爱呢？好想揉。他一时有些恍惚，有那么一刻，他觉得两人真的是新婚夫妻。开饭了，江志言提醒道，来了来了，你早就已经饿得不行了，刚才就已经闻到香味了，好香啊！你看着桌上的菜肴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酸甜排骨、鸡汤、可乐鸡翅、炒大白菜，居然全都是你喜欢吃的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些？你有些惊讶。江志言傲娇地说道，别自恋，我不知道，只是我刚好想做而已。看着他傲娇的小表情，你没忍住笑了出来。已经可以确定了，学姐可能真的对自己有意思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是自己确实也喜欢他。至于两个人会不会走到一起，还是走一步看一步了，毕竟上一次的教训太深刻了，你不想再经历一次。
一次。学姐，我来帮你装饭，你赶忙去帮装饭。江志言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，还挺上道的，不算白忙活这么久。很快2碗米饭就装好了，嘿嘿。第一口，学姐先吃。你把1块的排骨夹到了江志言的碗里。江志言微微一愣，脸颊微微泛红，看着他吃了下去。你也开始动筷了，好好吃。你忍不住夸奖了起来，毫不夸张的讲，这是你吃过最好吃的酸甜排骨，酸和甜2个味道交汇在一起，而且把握的刚刚好，不会太酸也不会太甜，比一些酒店的大厨做的还好。你发自内心的说道。江志言一阵暗爽，但是他表情控制得很好。做饭的人最希望的就是能得到别人的认可，那我以后天天做给你吃。江志言羞涩一笑，你的目光微微有些痴了。害羞的学姐真的太可爱了，氛围逐渐暧昧了起来。接下来2人都没有说话，你的嘴巴没有停下来过。太好吃了，之前在学校吃的都是些什么？江志言突然开口问道。你还能吃吗？你快速的把嘴里的饭咽了下去。还可以吧？怎么了？江志言把碗里还剩下1半的饭递给了你，帮我吃，我吃不完，我不想浪费。你看了一眼碗里的饭，把他的食量在心里默默的记下来，以后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。我帮你吃。你脸微微发烫，打多了肯定是自己的问题，总不能是学姐的问题吧？自己的问题肯定要自己解决，但是一想到这是学姐吃过的饭，你就止不住的脸红。这算是间接接吻吗？你接过江志言的碗，开始小口小口的吃了起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你总感觉这碗饭比自己的要好吃。你赶忙控制表情，生怕江志言把你定义成流氓。学姐，等一下我来洗碗，你去休息一下。我刚切了水果在客厅呢。洗完碗之后，原本你打算进去打游戏的，但是被江志言叫了过来，陪我看剧。好，你没有犹豫，不知不觉你莫名的开始顺从对方。沙发很大，你并没有直接坐到他的旁边。江志言微微蹙眉，过来啊！你赶忙把屁股挪了过去。2个人坐在沙发的中间，虽然2人离得很近，但是并没有靠在一起。好香！江志言身体是自带香水吗？靠近他之后，你就闻到他身上淡淡的体香，很舒服的味道，感觉很上瘾。学姐，看什么剧啊？韩剧？你没有看过这种剧？之前倒是在抖海刷到过解说，不就是谈恋爱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1小时后，为什么这都不在一起？你看得十分揪心，男女主前期有多甜，后面就有多倒，各种误会让2人没能在一起。你下意识倒在了江志言的肩膀上。江志言瞥了你一眼，不好意思。你反应过来想道歉。江志言嘴角微微勾起，语气略带玩味的道，没事，你要是累了，可以躺在我腿上。你看到学姐那双白皙修长的玉腿，唰的一下，脸红了一大片。你都不敢想这腿该有多好躺，但是你还是忍住了。江志言笑眯眯的看着你，调戏这个小白兔的感觉真的有点上瘾。你瞬间坐直，完全不敢瞎动。江志言挑了挑眉，你不动，那我来动。下一秒，你的肩膀就感觉到了如丝绸般柔软的触感，而且伴随着触感来的还有一阵淡淡的香味。学姐，你这是？你顿时手足无措，心跳疯狂的跳动。别说话，让我躺一下。他说话的声音略微颤抖，声音低柔。此时他脸上泛起一抹红晕，这还是他第一次靠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。你也不敢随便乱动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。江志言声音很温柔，你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，2人就像是情侣一样。女孩依偎在男孩的肩膀上看剧。学姐，这剧情好逆天，好不容易解除误会了，准备在一起了，结果男主失忆了，太逆天了，看得我气死了。你觉得真的会有人失忆吗？江志言回道，会，因为我经历过。他看了一眼时间，淡淡的说道，该洗澡睡觉了，你先去洗澡吧，睡衣在房间里面。你点了点头，你洗的还是很快的，男生洗澡速度这一块肯定是没得说的。学姐，我洗好了。江志言淡淡的说道，到我了，你先去玩会电脑，你都打了2把排位了。学姐才出来。江志言刚从浴室走出来，头发还湿漉漉的，散发着清新的香味，粉色的睡衣轻柔的贴在他的身上，勾勒出他修长的身姿。你微微一愣，不仅仅是因为学姐洗完澡出来，有种说不出的美感，还有一个原因是你身上穿的也是粉色的睡衣，同款睡衣，不对，应该是情侣款。学姐，这……你看了一眼自己的睡衣。江志言挑了挑眉，怎么了？跟我穿一样的很委屈，嫌弃我？你连忙解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跟学姐穿一样的只能说荣幸至极。江志言轻笑了一声，喃喃道，笨蛋，过来帮我吹一下头发。随后你去找了吹风机，一边帮他吹头发一边说道，学姐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帮女孩子吹头发。江志言淡然一笑，我也是第一次让男孩子帮忙吹头发。学姐，你的头发好香，允许你闻一下。嗨嗨，别误会，我没有这种癖好。吹干了。你一脸期待地看着江志言，脸上写满了求夸奖，像一个小孩一样。江志言内心忍不住笑了出来，然后装作十分吃惊的样子。哇，学弟你吹得好好啊，真棒！听到这样的夸奖，你嘴角都快翘到天上去。那以后学弟可以天天帮我吹头发吗？如果学弟能天天帮我吹头发的话，我的头发一定会很好看的。你此时的嘴角比 AK 还要难压。没问题。江志言强忍着笑意，学弟太好玩了，怪不得说男性心理学就是儿童心理学，多夸他2句就被吊成翘嘴了。要是你知道江志言心里在想什么的话，你一定会捂住自己的脸。主卧，看着卧室那一张粉色的大床，你有些为难的说道，学姐，那个我睡哪里？江志言说道，当然是床上了，你想睡地上吗？你回道，也不是不行。江志言白了你一眼，直男。
一人一半，不能超过。超过的是小狗。江志言淡淡的说道：“其实这张床还是挺大的，就算只有一半，也比学校的床要大。行，但是只有一床被子，要不明天我去买。”不用了，被子挺大的。江志言不悦的说道：“自己精心布置的。”这笨蛋学弟磨磨唧唧的，好像跟自己睡很委屈一样，越想越气。别说了，睡觉。江志言嘟了嘟嘴：“过来啊！”江志言拍了拍自己旁边的位置，语气催促的说道：“你不敢怠慢。”来了，你晚上可不要动手动脚的。”江志言提醒道。“你放心，我人品还是没有问题的，反倒是学姐你。”江志言瞪了你一眼，眼神略微带着一些警告的意味。“我怎么了？没怎么。”关灯了。学姐，你睡了吗？你有些睡不着，不知道是紧张还是什么原因，可能是太激动了。能跟学姐睡在同一张床上，这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好事啊。江志言小声的回应。没呢，你失眠了吗？有点。你好奇的问道。为什么？我平时都习惯了一个人听歌睡觉。江志言淡淡的说道。你问道，要不我出去？不用，你唱歌给我听吧。江志言突然说道。我在表白墙上看到过你唱歌，唱的还可以，周董的歌我很喜欢。你微微一愣。学姐也喜欢听周董的歌吗？你想听什么？周董的歌我基本都会唱。江志言沉默了一会，然后说道。我想听蒲公英的约定。你闭上眼睛，开始回忆歌词，随后缓缓开口。你的声音很温柔，虽然是清唱，但是依旧很好听。伴奏在江志言的脑海里响了起来，配上你的声音，他的回忆回到了小时候，困意悄然袭来，一起长大的约定那样清晰，打过勾的我相信，而我已经分不清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。随着最后一句歌词的结束，这首歌唱完了。学姐，你睡了吗？你非常小声地问道，并没有得到回应，看来是睡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也该睡了。你打了个哈欠，把被子拉过去了一些，免得江志言着凉。第二天早上，你总感觉自己的脖子被什么东西勒住了，有点喘不过气了，直接把你勒醒了。你把抓着自己脖子的东西给拿开。啥玩意啊？你揉了揉眼睛，一副没睡醒的样子，下意识的回头，刚回头你就忍不住瞪大了双眼。这是我能看的吗？江志言的脸跟你的距离不超过10厘米，你咽了咽口水，此时此刻都能感觉到江志言的呼吸，他的肌肤如瓷器般光滑细腻，散发着淡淡的光泽，紧闭的双眼上，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，仿佛随时会醒来，这也让你动都不敢动一下。你心跳止不住的加速，脸也涨得通红。你轻轻地拨开江志言脸上那一缕发丝，学姐，你好好看，如果你真的是我女朋友就好了。又等了一会，确认他一时半会醒不过来，你才悄悄地起床，随后帮他盖好被子之后，蹑手蹑脚地离开，手上还拿着一双粉色的拖鞋，生怕吵到江志言。等你离开之后，江志言眼睛并没有睁开，但是却嘴唇微微上扬。学姐喜欢吃什么呢？你正徘徊在街上觅食，突然微信有人发消息了，是几个室友约你吃饭，你才反应过来，都来学校快1个月了，还没有一起出去聚过一次餐呢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刚好可以趁着这3天假期聚一次。你跟几人定好时间之后，继续开始觅食了起来。完了，忘了自己没有钥匙，你提着早餐站在楼下，你还想让江志言一觉起来就看到早餐，这样的话他对你的印象肯定很好，但是貌似失算了，还是给江志言发个消息吧。就在这时候，门禁突然打开了，江志言挑了挑眉，笨蛋学弟没带钥匙。学姐，你不是还在睡觉吗？你有些惊讶，当时看他睡得还挺死的，没想到半个小时就醒了。江志言俏脸微微泛红，抱枕没了就睡不着了。你挠了挠头，什么抱枕？江志言俏皮一笑，我的小狗抱枕。你这才反应过来，江志言说的抱枕可能就是自己。两人回到婚房，学姐，我特意给你买的灌汤包，这可是附近最好吃的灌汤包，我假期的时候经常点这家。你嘿嘿一笑，又是一副求夸奖的表情，看得江志言心都快化了。小学弟好棒啊，你怎么知道我今早想吃灌汤包？江志言露出惊喜的表情。那是，你嘴角都快歪到耳后跟了。江志言看到这笨蛋学弟傻傻的，没忍住笑了出来。要是不好吃，今晚就不给你做饭了。你突然想起来自己好像还没有报备，那个学姐，我晚上打算去跟我舍友聚餐。江志言水汪汪的大眼睛眨了眨，小手一挥，朕批准了。时间很快到了晚上，你选了一家离学校挺近的烧烤摊，在群里发了一个定位。半小时之后，4个人都到齐了。周子然刚一坐下，鼻子就忍不住开始闻了起来。浩宇，你身上什么味道？原本他是想闻一下烧烤的味道，没想到闻到一道淡淡的清香，还是从你身上散发出来的。林志凯凑过来闻了一下，这是女人的味道。你辩解道，我就是出来的时候洗了个澡。接着岔开话题，让老板拿了2箱啤酒。等酒跟下酒菜都上来之后，几个人开心的喝了起来。2小时后，周子然拖着另外2个人离开了。你付过钱之后，刚准备离开，突然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，你微微一愣，随后回头看向声音的来源，一个穿着碎花裙、绑着高马尾的女孩，正一脸错愕地看着你。真的是你？你微微眯起双眼，想要看清她是谁。沈怡。此时酒精的后劲上来了，你只感觉面前的人都是重影，原来表白墙上那个人真是你啊。沈怡走过来，神色十分复杂，你摇了摇头，并没有说话。沈怡继续说道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合适，没必要为了我来江大的。你的成绩其实可以去更好的大学，你早就已经把沈怡放下了，现在头很晕，只想快点离开。我没有，你别自作多情，你刚准备离开就被沈怡拉住了。其实你没必要装的，如果你真的喜欢我，我可以给你一次追我的机会。你皱着眉头，想要甩开他的手，
突然一道悦耳的声音传来：“放开他！”江志言突然出现，把你拉到了他的身边。你不知道在路上随便拉着别人很不礼貌吗？江志言冷声说道。他身上那一股清冷的气质再次出现。江学姐，沈怡显然有些不敢相信，一向高冷的江大校花居然会在这里出现，而且还是在帮一个男人解围。他们是什么关系？沈怡眼神变得有些复杂。不好意思，沈怡连忙道歉，这件事确实是他的不对。刚才原本你是想离开的，但是被他拉住了。江志言神色淡然，你可以走了。沈怡想离开，但是又忍不住好奇，你认识他吗？酒精的后劲上来了，你此时已经晕乎乎的。学姐，你来接我了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沈怡一脸愕然，你是他女朋友？这怎么可能？冰山女神怎么可能是他女朋友？江志言没有回应他，而是冷声道，你最好别乱说话。沈怡顿时感觉到背后一凉，连忙点头，我一定不会乱说话的。江志言牵起你的手就走。两人走后，沈怡依旧愣在原地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他这是在做梦吗？为什么他有种自己的东西被抢走的感觉？回小区的路上，江志言瞪了一眼你，这就是你的前任。你此时脸上傻傻的笑着，什么前任？我还没谈过恋爱呢。嘿嘿。江志言听了这话，心情舒服了不少。